中国的工厂已经打折打到骨头里了，但消费者依旧捂紧钱包。7月的 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同比暴跌 3.6%， 这不是数字，这是一个国家制造业的血色体温计，已经连续34个月在0度以下冰冷运行。想象一下，一个人生病了，发烧3年，我们会觉得这是重病，可中国经济已经低烧甚至低温3年多，却还在硬撑说自己没事。国家统计局8月9日公布的数据，把那层虚假的温暖彻底撕开。PPI 跌幅不仅超出经济学家预测的 3.3%， 还和6月的记录一样，保持着近2年来的最低点。而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几乎没有动，环比只涨了 0.4%， 同比干脆是零增长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商家不敢涨价，消费者也没钱消费，经济在一场无声衰退里打转。更刺眼的是，工厂的价格战并没有换来生意繁荣，反而让企业自己互相割喉。中国的工厂通缩已持续34个月，这在全球主要经济体里几乎绝无仅有。欧美经济在疫情和供应链冲击后早已恢复正增长，而中国制造业却像陷在沼泽里，每走一步都更沉。政府口口声声的反内卷政策，想阻止企业互相砸价，可数据已经告诉我们没用。彭博社的数据更让人背脊发凉，衡量整个经济价格水平的 GDP 平减指数已经连续9个季度下降，创下几十年来的最长连跌记录。这不是普通的经济波动，这是系统性降温。央行的家庭调查显示，中国人的物价预期指数自去年底以来一直在下跌。换句话说，老百姓越来越不相信价格会涨，他们相信的是经济会更冷。有人说，7月的数据有一点点好转，比如 PPI 环比跌幅从6月的 0.4% 收窄到 0.2%， 核心 CPI 同比涨了 0.8%。但请注意，这不是经济回暖，而是寒冬里的假温水。澳新银行的分析师邢兆鹏认为，反内卷政策可能会让8月的 PPI 数字往上走一点，可这就像病人输一瓶葡萄糖，能撑几天，但病根还在。因为最大的痛点，房地产还在烂，楼市不稳，就业不稳，消费不敢花钱，经济只能更依赖出口。但出口呢？在美国关税的冲击下，正在被一刀一刀削弱。东方金城的冯林直言，下半年出口会继续下滑，这将给国内工业品价格再添一波压力，要让 PPI 转正难度很大。更糟的是，出口行业背后还有产能过剩的炸弹。在汽车、钢铁、化工这些行业里，工厂的产能远远超出市场需求，结果就是不卖会死，卖又只能降价，价格降到利润归零，甚至亏本。中国制造业正在经历一场消耗战，谁的现金流先断，谁就先倒下。这就是为什么财信金控的首席经济学家武超明提醒，即便政府拼命推稳投资，搞政策性金融工具，建材等行业价格也可能只是温和回升，而楼市的冷淡足以吞掉这点回升。他的预测很现实，低通胀的格局根本改变不了， PPI 还会在负区间挣扎很久。这不仅是经济数据的悲剧，更是每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困境。CPI 不涨不代表生活轻松，反而意味着工作更难找，工资更难涨，甚至可能降薪裁员。因为当生产者在价格战里打得血流成河时，最后的输家永远是工人、供应商和消费者。如果把中国经济比作一个人，现在他的脸色已经不是苍白，而是青灰色，冰冷、缺血，却还要化妆说自己很健康。问题是，化妆掩盖不了心跳的虚弱。在中国经济的这场持久寒冬里，最可怕的不是冷，而是冷得太久，让人忘了什么是暖。
PPI 连续34个月负增长，不仅打破了历史记录，也打破了无数家庭的生活节奏。这34个月，工厂订单一单单减少，机器从3班到变成单班，最后干脆停工。沿海的工业区夜晚不再灯火通明，只有零星的厂房在苦苦支撑。一个做模具的老板告诉我，他们厂房的灯现在只有接到国外小订单时才会亮，而这种订单可能1个月才来一次。出口曾经是中国制造业的安全垫，可现在这个垫子被关税和全球去中国化的浪潮一点点抽走。美国的关税政策像一把钝刀，切得不快，却能让你疼很久。官方数据还没完全反映出口的深度萎缩，但地方政府的财政报表已经泄露了真相，工业企业利润下滑，税收减少，财政收入跟着缩水。GDP 平减指数连续9个季度下滑，这意味着全国范围内的商品和服务价格总水平都在降。降价本该刺激消费，可现实是降了3年，消费者还是不敢买。这不是价格问题，是信心问题。当你觉得未来不确定，就会攥紧每一分钱。于是商家降价，利润更薄，员工工资跟着降低，消费又更差，一个死循环彻底锁住了经济。房地产这个曾经的增长发动机，如今成了最大的耗油罐。楼市低迷带来的不仅是房企的暴雷，还有上下游的连锁崩塌，钢铁、水泥、家电、装修全都被拖下水。去年还有开发商说撑过今年就好了，可现在他们连工地都不敢开工。建筑工人回了老家，发现村里年轻人都在外面找不到活干。更隐蔽的危机是劳动力市场。官方失业率看上去还算温和，但那是被无数灵活就业掩盖的数字。送外卖、开网约车、做直播，这些临时性的、没有社保的工作，正成为大量中年人的唯一选择。收入的不稳定，让他们对未来消费更加谨慎。央行的调查已经揭示，物价预期指数不断下降，人们不相信经济会升温。这种集体的悲观，就像一片阴云压在整个国家上空，它会让再多的刺激政策都失去效果，就像往一个冷到僵硬的炉子里扔柴火，火苗根本点不着。政府试图用反内卷政策遏制价格战，可内卷不是一纸政策能结束的。产能过剩是硬伤，不管是汽车、光伏，还是化工、造船，几乎每个行业都在重复同样的故事。大家明明知道再降价就是自杀，可又不降不行，因为一旦停下来，就会被竞争对手吞掉市场。而对老百姓来说，最直接的感受是工资不涨，生活更贵。你会发现菜价可能没怎么涨，可房租、水电、学费、医疗支出却在悄悄增加。CPI 持平并不意味着幸福，而是通缩的假象下结构性涨价在蚕食生活质量。一些乐观的声音说，低通胀为未来的刺激政策留足了空间。但这句话的潜台词是，我们还得继续忍受当下的冷，等政策见效的那一天。可问题是，这个那一天已经被一拖再拖。如果说过去10年中国经济是高速列车，那么现在它像一辆滑下长坡的自行车，刹车坏了，链条松了，骑手却还在告诉大家风景很好。现实是风景越来越荒凉，路边是关停的工厂，半建的楼盘，倒闭的商铺，还有越来越沉默的人群。通缩不只是一个经济名词，它是一种日复一日渗透到生活每个角落的含义，从厂房到菜市场，从写字楼到出租屋，从统计局的表格到每一个不敢多花1块钱的手。而这股含义短期内看不到消散的迹象。